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真朋友真相栏目。今天我们再来讲讲这个二大爷邓海燕啊，因为一些新的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就是所谓在庇护与旅行之间的细细的红线啊。我们来看一位这个网红的转折点啊。那么大家知道，这个社交媒体上啊，很多博主呢都喜欢自称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我们节目的观众都很熟悉了，是二大爷邓海燕啊。他原本是一位公开批评自己的这个故国的政府的批评中国政府的自媒体人，但是最终呢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祖国，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那他成功获得了这个庇护身份以后呢，又持续在网络上发声啊，分享他的生活点滴啊，以及对社会现象的看法等等。当然这个事情呢最近又开始发酵，是因为他突然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自己去第三国旅行的照片，而细心的观众发现他使用的竟然是中国护照。那这一细节呢就引发了热议啊，一个获得美国政治庇护的人能否使用本国护照旅行呢？他是否已经不再担心自己的原籍国也就是中国的迫害呢？还是说他本来就不用担心，对吧？因为他是带着任务来的呢？那这个故事呢因此成为讨论这个美国的政治庇护制度和旅行法规的一个契机。好，我们首先来看啊，这个庇护制度与这个旅行规则的背景。在美国呢，庇护呢就如果你获得了美国的庇护啊，这就意味着美国认为申请人有理由担心在自己的原籍国受到迫害，因此而给予其保护。但是这种保护呢不仅是你的这个特权啊，也伴随着义务。那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啊，全部移民局督察官员办公室啊，它有一个这个办公室，那么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的这个意见呢，保持庇护或难民身份会意味着不应该再使用原籍国的护照。那申请人呢必须使用由美国发放的难民旅行证件啊，这个是国土安全部的官网上面有啊。那么这是因为使用原籍国护照呢可能被视为向该国政府求助，或者是受到该国政府的保护。也就是说，如果二大爷用了这个中国护照来旅行呢，就意味着你向中国政府求助或者接受中国政府的保护了。那么针对旅行的这个具体规定来说呢，移民律师事务所的解释通常都是这么来解读啊，就是庇护的获得者只能凭借美国发放的难民旅行证件出境。如果使用了原籍国的护照，移民局有可能认定其重新接受了本国政府的保护，从而认为当事人不再需要美国的这个庇护啊。这个是来自这个 Present Law 啊，这个是一个移民律师事务所。那么换言之呢，如果这个受庇护的人在出境时使用本国护照，可能会极大的削弱申请人在美国这个政治避难身份的合法性。这一点目前看起来是毋庸置疑的。当然呢我们讨论一下这个极端的情况，我们这个是真相频道嘛，我们会把所有的情况呢能考虑的情况都尽可能考虑了。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只要使用本国护照的行为都会立即导致他在美国的庇护身份的终止呢？这个也不是100%啊。有一个叫 Asylumist 就是在这个庇护的人中间的一个博客，那么他们在讨论这个回国探亲问题时提到啊，这个美国政府呢可以在多种情况下终止一个人的这个政治庇护身份，其中包括当事人自愿重新获得了原籍国的保护时，比如回到原籍国或者使用这个原籍国的护照旅行。那么这条规定呢旨在防止庇护制度被滥用。不过呢这篇文章呢也强调是否终止庇护呢需要由移民局综合来判断，例如申请人是否确实遭受过迫害，是否只是前往第三国旅行等等。因此呢这个规则呢目前看起来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有结合具体情形的情况啊。那么我们来展开这个故事啊，这个看看这个护照风波啊。回到这个二大爷邓海燕的故事呢，他取得了庇护以后，因为难民旅行证件有效期短，办理时间长，所以呢导致他迟迟没有拿到新的证件啊，这个是他自己的辩护理由了。那么一次旅行计划迫在眉睫的时候呢，他就动用了仍然有效的中国护照前往第三国度假。他这一举动呢被粉丝发现以后迅速发酵，网络上充斥着质疑的声音，有人指责他欺骗了美国政府，
也有人认为啊，他只是因为行政程序太繁琐，不得已而为之。那我们暂且避开情绪，来回到这个法律本身啊。那么美国的法律呢，允许有政治庇护身份的人申请并持有由美国移民局签发的难民旅行证件，以便出入境。那有些国家呢，它不承认美国的难民旅行证件，或者是这个用难民旅行证件来申请签证极其困难，会导致这个庇护者啊，在这个实际旅行的时候面临两难的局面。那么这个 Asylumist 指出呢，使用本国护照前往第三国，通常不会直接导致庇护失效。通常这个就是你如果只是去第三国旅行，并不会直接导致庇护失效。那么这个虽然说这是一个它看起来的实践上的情况啊，但是呢，如果你用了本国的护照，可能会让移民局官员在未来怀疑你的政治庇护申请是否真实，需要你对此做出解释。而更大的风险在于呢，如果当事人使用这个本国的护照回到原籍国，哎呀，那这个就犯了大事了啊！这很可能会被认定为重新接受该国的保护，进而就终止这个政治庇护。这种情况就是很大概率会失去政治庇护的。因此呢，这个二大爷邓海燕呢，并非一使用他的中国护照就会自动失去美国的政治庇护，而是需要证明他仍然担心迫害，没有返回中国也并非出于这个对原籍国政府的信赖等等，也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抗辩的过程。好，那么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也讲一个相关的案例吧，就是大家知道这个著名的博主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李颖呢，我其实2月份和他在这个某个场合然后深入的交谈过，而且时间很长现场那么李老师呢是持有欧盟的难民护照的这个非常完美的解释了他的这个自己的政治角色那他是一个反抗者嘛。那么李老师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申请中国护照的时候是被拒绝的而且呢中国政府要求他不再发声，不要再说话了，你就可以拿到中国护照所以呢就是有这个相关的案例对比起来以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二大爷邓海燕这个事儿仍然是非常值得怀疑，非常蹊跷的。好，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移民律师通常建议这个政治庇护者在无法避免使用本国护照的情况下会做哪一些准备这个是根据一些这个移民律师事务所的建议那么第一呢，就是你在出行前应该仔细的咨询你的移民律师，评估这次出行的风险，了解自己的权利。第二呢，就是要保存证据要这个保留旅行目的地和行程的证据，例如机票和酒店订单以及亲友的证明等，以便这个美国移民局在质询你旅行的目的的时候，能够解释这一趟旅行的必要性，以及你为什么要这个申请这个为什么要用这个自原籍国的护照就是你要逃离的那个对象的国家的护照。好，第三呢，就是绝对要注意的是，应该避免回到原籍国在任何庇护的人拿到绿卡并最终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之前，应该绝对避免返回原籍国，因为回到原籍国是典型的重新寻求原籍国保护的行为。好，第四呢，要解释这个护照的来源如果原籍国所谓普遍向所有公民发放护照，即便是批评人士也应该准备相关的报道或资料来证明发放护照你拿了这个护照并不意味着政府放弃了迫害当然像李老师那个情况，那就是绝对是可以证明中国政府在迫害他了那么这个二大爷邓海燕呢，最好是能够准备好这些说明这个理论上他仍然有这个机会去保护自己的庇护身份的。相反呢，如果他在未来申请这个美国绿卡或公民时隐瞒了他曾经使用中国护照旅行的事实，则在他面试的时候很可能将面临麻烦。因此他应该如实的披露，并且公众的要解释自己的原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一个这个比较的案例，我们再来，刚才我们也讲过这个李老师的这个护照困境那么我们再详细讲一讲。这个与二大爷邓海燕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位颇有影响力的这个自媒体人李老师不是你老师，他以揭露中国的社会问题而闻名。那么他在这个申请这个欧盟的政治庇护的时候呢，就中国政府就已经明确告知他，只有在他停止发表言论之后才会给予发放中国护照。于是呢，
他就已经明确了自己是无法获得中国的护照的。那为了出国旅行呢，他通过欧盟的一项难民安排申请到了这个难民旅行证件啊。那么国际难民法规定啊，这个各国呢应向难民或庇护者提供旅行证件，以便他们能够出境或重新安置。那么因此呢，这个李老师啊，这李颖现在只能依靠欧盟的难民保护这个难民护照旅行啊，无法像一些庇护者那样使用本国的护照啊。那么这个凸显了各国对批评人士态度的不同，也说明了庇护者这个因为这个原籍国的政策，因为不同的原籍国的政策，很可能会承受这个现实的压力啊。好，那么这个我记得当时呢，李老师还跟我分享过这个使用难民护照这个旅行的经历啊，就是你每到一个国家，都一定会把你叫到这个 secondary， 对吧？就是叫到小黑屋去。但不是说你有什么问题，而是这个难民护照呢，基本上，这个正常的移民这个窗口啊，这大家排队这个窗口是无法处理的，基本上都要到小黑屋去，那么可以想见呢，这个难民护照呢也是不那么容易用的啊，以及他办一些国家的签证可能非常的困难，所以呢，也有一些现实压力在里面。但是无论如何呢，我在此是私下的评论啊，就是二大爷邓海燕的这个情况仍然非常值得怀疑啊，因为他使用中国护照，然后包括办理签证都畅通无阻啊，这也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一定的事实，对吧？因为李老师他已经明确的被中国政府告知了，他不能够申请中国护照了啊。所以呢，我觉得李老师他的态度呢，在这一点上也是不管他的其他什么事儿吧，但是他这一点上是值得认同的，就是说他说自己是我觉得这是他自己的形容啊，就是职业革命家，对吧？那职业革命家呢，他有他的人生态度，就是他一定只用这个难民护照去旅行啊，因为他的观点，我认为是我永远是中国人，只是不是中共的这个中国啊，这一点是我还蛮认同的啊，不管其他什么事儿。好，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啊，这个政治庇护制度的初衷呢，是保护那些在原籍国遭受迫害的人。然而呢，这一制度呢，也要求申请者在行为上避免与原籍国重新建立联系啊。那么，这个美国的国土安全部文件明确指出，持有难民或庇护身份的人不应使用原籍国护照啊。这个国土安全部的网站上有啊。也就是说这个二大爷邓海燕违不违法，我们还两说啊。但是他肯定违反了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文件啊。那么移民律师呢也进一步的提醒，使用本国护照旅行可能会被认为重新接受原籍国保护，从而让庇护陷入风险。那如果必须这么做呢，那当事人应该准备证据和理由，证明自己依然无法安全的回到中国啊，无法回到这个原籍国啊，以及呢，就是还有一个事儿我们想讨论一下，就是二大爷他说他成功的入境美国了啊，回到洛杉矶了。那么是不是证明他就完全没事儿啊？这个我觉得当然不是这样。很多人用这个中共的这个思维啊，用这个中国的这个思维去想这个事儿啊，觉得有什么事情好像马上什么事情就会很快发生其实在美国不是这样，它还是有一定的程序正当性的啊。好，那么这个二大爷的故事呢，其实提醒我们这个美国的移民法律有非常复杂的细节，网络上的争论呢往往简化了这个问题但真正的这个关键呢是在于这个他是不是返回了原籍国就是他如果能顺利回中国旅行，那我估计这个 FBI 就真的会上门了。因为我讲这个相关案例的时候说过这个 FBI 已经盯上了好多这种所谓的反抗人士能够顺利的这个回中国的基本上你就会被盯上了。那么这个取消庇护的核心的要件呢，包括是否重新寻求该国的保护，以及他个人的实际处境等等就是美国还是一个比较讲究程序正义的国家你还是可以就所谓叫救济通道可以抗辩。那么对于接受美国政治庇护的人来说呢，旅行前接受这个专业的律师建议如实的披露旅行的情况，准备好解释的材料就包括未来的申请绿卡或者公民的时候都要如实的披露不要被挖出来，被挖出来就是太晚了那么这个是这个保护自己的所谓庇护身份的最佳的方式。那只有这样呢，这个接受政治庇护的人才能够同时享受旅行与个人自由，又不失去这个来之不易的庇护身份OK， 那我们这个真相栏目还是讲事实讲道理我们也讲的是全面的真相所以今天呢这个话题我就给大家解析到这里
啊，我们会不定期更新啊，欢迎订阅，开启小铃铛。好的，我们下期再会。